欢迎收看第1043期北境不静音。今天呢，我做这一期北境解构节目，来分析一下未来的国际局势变化。那当然了，一家之言你有什么不同意的或者需要补充的地方，欢迎你给我留言。如标题所言那么我们都知道，近期委内瑞拉发生了巨变，大家都在猜下一个会是谁。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伊朗、古巴还有格陵兰岛。那么这三个地方呢，都和美国有关那么我们也知道，当国际局势发生如此巨变的时候，现有的框架秩序这个联合国还能不能存续下去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那我们一点点来首先是伊朗。那标题里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如果伊朗政权垮台了，那么伊朗的新政权会不会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呢？我的答案是不会伊朗不会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伊朗的政权现在还没有垮台，一步之遥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变数。我们是做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它垮台了，那么新上来的政权会是哪种可能呢？大概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府我们知道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高涨的。那么如果是民族主义政府上台，那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的因为伊朗人有一种高度的自尊那么而且呢是非常抵制这种外来的介入所以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它的权力处于一种长期的碎片化有不同的派系军阀在去争斗。那么那种情况下就不只是美国了，可能各方都不愿意介入到伊朗的这个乱局之中那就让它这样先混乱下去。那么只有第三种可能，就是所谓亲美的流亡派回归伊朗才有那么一点点可能让伊朗真正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流亡派呢，在伊朗目前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以及刚才我说过的伊朗的这些宗教文化传统的这种叙事都会阻碍这个亲美派的回归，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伊朗我们来看一看古巴。古巴就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了首先从国家尺度上来说古巴是一个小的岛国人口不多，经济非常的单一。那么没有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供给之后，那古巴都不需要美国出手，就自行就会崩溃掉了。那崩溃掉之后，新的政府会不会就进入到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呢？因为从国家尺度上来说，古巴是非常适合纳入到一个秩序中的，因为它自己的文化并没有一个对外的输出性，这和伊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聊古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体会这个跟伊朗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古巴会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伊朗不会。那么好，从地缘位置上来说，古巴离美国太近了150公里，那就会被美国视为是一个自身的安全缝隙，对吧？而且古巴自己没有什么这种安全的真正能够保卫自己的军事实力那么伊朗就不一样，对吧？军事实力还是很强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巴也是更适合。那么再想一想，之前古巴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它来源于冷战时期来源于一种反美的叙事，以及呢就是我被封锁经济制裁所以我们要挣扎，这是它过去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新政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呢？冷战没有了，反美也没有了，那就只剩下一条，就是你要改善生活。那改善生活可能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军事外包被安全保护，然后经济上高度的依附于美国，这可能是古巴的一个这个优选吧好，第三个我们来看看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主权属于丹麦虽然丹麦实际上也是殖民这个格陵兰岛也就100多年那么岛上呢也一直有这个想要独立的声音，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啊，说格陵兰岛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啊，我认为美国不会以19世纪啊，就是丹麦的那种占领殖民地的方式去占有格陵兰岛，因为时代毕竟是不同了。格陵兰岛为什么美国想要呢？当然有矿产的原因啊，稀土啊等等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战略地位啊，北极的航道啊，来自中俄的威胁等等。那这是一个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了，对于整个新时代的一个布局，所以它一定要占有格陵兰岛啊。我们今天讨论的都不是说从道义上、现行的国际法上人道主义上这些东西可行不可行，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讨论的是一种有可能发生的现实，以及发生了之后会引起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的侧重点在这里啊。所以，如果美国持续的施压一定要所谓的占有格陵兰岛，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我总结大概是这4种啊。首先会有一个安全协议啊，美国跟丹麦啊、欧盟啊、北约啊，包括格陵兰岛本身之间啊，会有一个全新的安全协议。那么，其次一定要做的就是军事部署了。这些是美国最想要的，对吧？那么经济上可能会有某种依附啊，为了换取这个格陵兰岛的稀土资源呀，那么美国也会去给格陵兰岛进行一些经济输血。丹麦其实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对吧？最重要的一点，主权有可能是不会变化的，因为这个刺激太大啊，主权可能还是归丹麦，或者进行一个公投，格陵兰岛自己享有主权，享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实际上是受美国控制，也就是说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好，如果刚才我们分析的伊朗虽然没有被纳入势力范围呢，但是它的这个政权被颠覆了，它变成了一种相对中立的存在或者一个混乱的存在不再是过去更亲中俄的一种感觉。那么古巴和格陵兰岛都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那么国际形势确实发生了巨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探讨，这是一种可被模仿性因为毕竟美国是突破了现有的国际法。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一直在打破或者破坏现有的国际法，对吧？但是现在美国作为number one 的超级强国它也这么做了，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被模仿性了。中国会模仿，俄罗斯也会模仿这种地区性的强国，那中国也很好找借口无论是去侵略台湾还是侵略什么别的地区，他都可以说我在反分裂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我反分裂。那俄罗斯也一样他也可以反分裂，或者他也可以说进行人道干预我这个地方有说俄语的人他们受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要出兵维护他们的权益。就借口是很好找的，形式是可以去效仿美国的。那如果中俄都在做各个区域的大国都在做这些突破国际法的事情，那么整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后国际法时代。很多人想象这个后国际法时代就是没有规则了，没有国际法了，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丛林世界，谁拳头大就听谁的。我认为不会是直接掉入这么一个完全的丛林世界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摁一个按钮就是二极管就变色了，没这么简单，它有大量的灰色地带以及大量的一个缓冲的演变的一个进程，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地想聊的，对吧？那么好，现行的一些方式法规有哪些不会变呢？或者有哪些会变呢？我们看打红色叉的就是会变的就不再有效了。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现在的国际法的基石，对吧？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不再可行了以及不干涉内政你哪怕是一个集权独裁政府你杀害你本国的民众我们也很难去干涉你的内政这些规则荡然无存从美国这一次对委内瑞拉，虽然它名义上并不是说我要解决委内瑞拉的这个
民生问题啊、民主问题、人权问题，不是，是吧？他的名义上是说我是在抓一个我通缉的毒贩啊，他也不是合法的委内瑞拉政府总统啊，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毕竟你是干涉了他国的内政，所以呢，画红叉的这2条以后不存在。那么什么东西还会继续维持现有的一个状态呢？首先，核大国之间应该不会直接开战啊，因为这个毁灭性太大，还是打一些代理人的战争。那么以及呢，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比如美国啊，在他的这个你是美国的盟友的话，那还是会受到美国的保护啊，像北约呀，包括他在太平洋的这些盟友啊，包括他纳入势力范围的拉美地区啊等等。那么在美国势力范围内，还能够基本实行一个现有的国际法啊，那美国不会说去干涉他这些盟国的这些内政啊，直接去干预你的主权什么的，毕竟是盟友嘛，所以在这个盟友的范围内，现有的国际法还可以维持下去。以及呢，不是盟友的啊，你比如像中美俄呀、印度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世界南方诸国呀，还有一些相对中立独立的国家啊等等。那么整个这个世界体系也不是说就完全土崩瓦解了，它还能维持一定的秩序啊，在一些领域，你比如金融啊，可能有一些贸易，包括现在的一些航运啊、航道的这些设置等等，这有很多的秩序，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些秩序大部分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那好，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秩序完全突破现有格局的，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有人说美国要建立一个新的，我认为美国无法建立新的秩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中俄还很强大，现在会系统性的去进行对抗。那么第二呢，欧盟不会无条件的去跟随着美国你说怎么建立这个新秩序，我就怎么建立我把过去的这些中俄什么贸易伙伴呀、能源伙伴我都抛弃，然后就跟着你美国去建立，这也不太现实。还有就是全球多极化的涌现出来这些南方诸国也不会买账。那还有一些零星的非结盟国家那他们就是不会积极响应的。美国的这个建立新秩序的，因为你响应美国意味着你就很难保持中立，你就要得罪中国或者得罪俄罗斯或者得罪谁，所以这些非结盟国家小国就会装傻，不会积极推动。所以美国在这样的状态下，它很难建立起新的秩序。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了，194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世界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秩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秩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当时2战刚刚打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被打烂的工业文明。当时欧洲的列强集体破产了，完全需要美国的这个经济输血才能扶植起来。然后苏联是美国之外的仅剩的一个军事强国但是它是一个新兴的意识形态，新兴的一个大国，它也需要有一个体系来承认它，所以它也致力于跟美国一起，我们搞出一个新秩序。那么更重要的，全球范围内当时的这个殖民体系完全崩溃了因为欧洲列强这些传统殖民国家都玩完了，通过2战之后，那么殖民地上都民族自决了，一个个都自己独立起来，所以殖民体系完全崩溃了，就之前的这个世界的体系，那当然就需要一个新的具有合法性的秩序。所以这是多方的诉求合在一起，才导致1945年我们可以建立出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秩序。好，那我们展望一下新时代。那现今的国际法越往后包括我们今天标题里说的这种可能性这3个地方2个或者2个半都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了，全球局势大变的情况下，那这也就意味着国际法不再能约束那个最强者，也不能约束美国了。那可能如果美国不足够强大的话，之后也无法约束中俄的胡作非为。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大家就只能继续假装这个国际法是有效的。那大家可以假装啊，各个国家假装呗，继续往下演。往后如果有一天就是大家连假装都假装不下去了，放弃了这种仪式化的国际法，我们都放弃了，那个时候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当然那个新时代是什么样子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后我们再聊。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新时代还没有到来，对吧？我们也不知道哪天会到来，大家还在演，那么联合国还会不会存在？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联合国。联合国呢会正式进入一个叫失效但不解散的状态，没有效果了所有真正的大事都不在联合国开会决定，但是大家还要假装的继续开会，它不解散因为解散就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了，解散就意味着大家都不假装了那个代价更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我们一会儿分析所以进入这个状态意味着什么呢？一，联合国就变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库那因为还是要投票表决赞同弃权否决这些都还要记录下来，它就变成一个历史记忆库。那么其次呢，当然它还是弱国的发声室就是很弱的国家呢，你现在你也只能还是依靠联合国来发出你的声音，但是呢改变不了结果，你可以发声，但是你影响不了整个这个局势的变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还能做一定的这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器，但是记住这个变了过去是约束器，不再是了，只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约束不了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联合国的一个变化。那么好，我们来聊一聊，你怎么才能够假装这个联合国还在呢？大家怎么做呢？第一就是继续开会、投票、发声明继续的引用联合国宪章的语言全球化的这个语境还是用这个联合国宪章这些话来说，然后继续呢使用安理会来讨论各个地区的这种冲突聊呗抗议但是没有用。第四整个全球范围内大家继续用这个国际社会这个模糊的主体来互相的说话标榜国际社会怎么样，国际社会怎么样，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了，变得。好，我们接下来讲一讲中小国家为什么还需要联合国的存在在现有的国际法被中美俄这些大国不停的破坏的情况下，中小国为什么还要继续的演呢？因为不演的代价更高，对吧？因为联合国是这些中小国家唯一还能留下痕迹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声明文件投票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文件虽然没有用，改变不了目前的局势，但是可以用来在未来做什么呢？翻案、追责，以及呢，这些都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只能维持这个历史叙事，在这个地方做贡献。那什么时候这个假装会破裂？装不下去了就是大国之间公然否定程序现在还进行一些仪式化的程序，对吧？那么有一天大国之间公然否定这些程序，连形式都不要了。其次呢，就是联合国呢被用来反向的惩罚那些遵守者有些国家很规矩的，结果呢联合国这么运行下去，反而会惩罚到这些规矩的遵守者。那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国家就会集体发现没有用了，不用再假装了，继续演下去没有好处了，只会让我们更危险那到这个时候假装就破裂了联合国也就
可以解散了啊，不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做的一个北境解构啊，就是说接下来继委内瑞拉之后非常可预期的伊朗、古巴、格陵兰岛会发生巨变。那么这3个地方发生巨变呢，至少2个肯定是要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内，然后伊朗也会可能那当然情况很多变了，对吧？但是也相对美国是有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会怎么反应？世界各国包括欧盟、北约内部都会怎么反应？这都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在这里不讲道义不是说我不懂这些道理，而是说它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变化，我们只能够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去聊我们怎么思考它，怎么应对它，做一些分析，做一些预测。那么以及呢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国际框架联合国等等的，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还能存在一段时间，还能存在，甚至有可能还能存在几十年1代人的时间都有可能。当然，最终肯定是需要一个新的秩序的。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新的世界框架，这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新的秩序的建立过程是足够和平的，足够文明的。我们都这么希望我们也这么祈祷吧。感谢收看、订阅、分享。